8月8日绿海相见，程毅的首个公开舞台，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担心？他说过一句话，不，准确说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一个习惯，每接一个新角色之前，他都会尽量把自己调到最贴合那个角色的状态。其实想想，这句话今天特别值得拿出来重新品一遍。因为8月8日，程毅要出席超酷音乐盛典了，而且是以本名傅诗琪参加他人生第一个大型公开活动，站上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开舞台。消息出来到现在，说句实话，整个绿海还处在一种怎么说呢，一种沸腾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期待，既想立刻奔赴过去，又怕自己太激动，反而错过了什么细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习惯把自己调到极致状态的人，第一次真正站上舞台，我们到底该期待什么？今天这期，我想慢慢跟各位拨开这件事，一层一层来。别急，听我说。先说最表面的，也就是各位刷手机第一眼看到的那一层。一条官宣，程毅确定出席8月8日的超酷音乐盛典。就这么一句话，看上去平平无奇。但你别说，这条官宣里其实藏了一个很多人一扫而过，却挺有分量的细节，本名傅诗琪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愣了几秒，因为以本名参加第一个大型公开活动，这不是随便一个用词的选择。搁在娱乐圈的语境里，很多人是先有了艺名，先有了角色，才慢慢让大家记住的。而用本名站到大众面前，是一种很坦诚的姿态，像是在说，这一次不是林 Sir， 也不是某个古装剧里的谁，是我本人傅诗琪来见大家。我得先说清楚啊，这一层是文章告诉你的事实，官宣、日期、本名，这些是信息。至于这个坦诚姿态怎么解读，那是我的观点，各位听个参考就好。行，接着说。第二层是大部分报道不会展开，但恰恰最关键的东西，一场音乐盛典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很多人下意识觉得，不就是去唱2首歌，露个脸吗？真不是。你想想看，这类盛典其实同时在干3件事。第一，它是一种行业层面的可见度，节目编排、嘉宾名单，这个组合本身就是一种背书。你被放在什么位置，跟谁同框，都是信息。第二，它是个巨大的内容生成器，从彩排、造型、选曲到现场的每一个片段，后面会被平台一遍遍2次剪辑、分发，变成一条能持续好几周的信息流。一个晚上的舞台，可能养活接下来1个月的物料。第三，它连着商业，连着后续合作，连着一个艺人未来的资源走向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这不是露个脸，这是一次布局。我个人特别想用下棋来打个比方，程毅这些年在影视这条线上走得稳，走得沉，辨识度是一点一点，靠一个又一个角色磨出来的。现在他把脚轻轻放到舞台这块全新的棋盘上，这一步走的是长远的大棋，不是临时起意去搏一个热度，而是把自己的职业版图往外又稳稳地延展了一格，看到了别人可能还没看到的格局。顺着这个思路，我们就到了第3层，也是我今天最想聊的一层。影视和舞台这2件事，它的底层逻辑其实真的不一样。演戏靠什么？靠叙事的连续性，靠一整部戏里角色的层层堆叠。你可以用几十集，用一个长镜头，用一场哭戏，去慢慢把一个人物立起来。观众是跟着时间，一点点走进那个角色的。可舞台呢？舞台是被压缩的，就那么几分钟，灯光、音准、节奏、站位跟台下的互动，全部要在极高的时间密度里一次性完成。没有重来，没有剪辑，没有第2条。说白了，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表达肌肉，是2种不同 level 的现场表达。那有人可能会问了，那程毅第一次上舞台，会不会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别急，这恰恰是我要讲的重点。各位回想一下开头那句话，他接每个角色前都会把自己调到最贴合的状态。这个习惯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控制自己的身体、声音、
状态去贴合一个目标，对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新课题，是老本行。一个能为了角色反复打磨眼神、台词、肢体，能为一个镜头较真到那种程度的人，他对现场的 sense 本来就不弱，绝对不是从零开始。所以你看，舞台强调的音准、节奏、站位，这些说到底是身体控制力和现场感知力的延伸。而这两样，恰恰是一个把调状态当成职业本能的演员，早就在训练，早就刻进肌肉记忆里的东西。说到这个，我得核对个时间，等一下。他2011年就出道了，演的是《唐宫美人天下》里的一个角色，那会儿还在上学呢，中央戏剧学院。对，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出道了。然后呢，中间是整整差不多10年的配角路，一直不温不火，在一堆主角光环里做那个镜头不多，名字排在很后面的人。凭印象说啊，具体细节如果有出入，评论区指正。真正让全国观众记住他是2020年的琉璃，那个雨丝凤。你算算，从2011到2020，这是熬了整整10年，才等来那个真正属于他的角色。10年，我每次想到这个数字都觉得挺不容易的。所以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对他这个第一次这么有信心了吧？一个能沉住气熬10年的人，他对厚积薄发这4个字的理解比谁都深。至于外界常说的首秀决定第一印象，这话本身没错，它是个客观规律。但你换个角度看，对一个习惯把状态调到极致，又肯下10年苦功的人来说，第一印象反而可能是他的主场，而不是他的考验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事从来不是靠临场那点运气的。好，最后一层，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对程毅本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更完整的公众入口。过去大家认识他，更多是透过角色，透过屏幕里那个林 Sir， 那个司凤。而现在，他会在舞台的灯光下，以最接近本人的方式，被大家完整地、直接地看一次。对绿海，对各位果果来说，我想说句心里话。这些年你们的支持，你们说的那句想见你，更想让你看到你的绿海一直都在，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你们等的从来不是一个热搜，一个数据，而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节奏里不慌不忙，一步一步走到了新的舞台上，陪一个人走过默默无闻的日子，再看着他一点点被更多人看见，这种坚持是对的。懂他的人会懂。对普通观众来说，这是一次从看作品到看现场的转换机会。行业里常说首秀不等于最终水平，这话我认，它是个客观规律。但反过来想，它也恰恰意味着这只是一个起点，一个入口，后面还有大把的空间和可能等着被填满。说到底，我对8月8日这个舞台是乐观的，不是盲目乐观啊，是基于他这个人一贯的职业习惯，基于他对状态这件事的较真，基于他熬得住10年的那份定力得出的判断。我倾向于相信他会用一种很诚意的方式，不张扬但很稳，把这第一个舞台妥妥地交出来。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个习惯把自己调到极致的人第一次站上舞台，我们该期待什么？我现在的答案是期待一次有准备的相遇，不是意外，不是赌博，是一个花了10年打磨自己的人，把这份打磨第一次完整的放到舞台的灯光下。想见你，更想让你看到你的绿海一直都在。8月8日，绿海相见，咱们不见不散。今天这期就到这儿，一期慢慢说的内容，谢谢各位听我聊到最后。